10年前，他们借走我的命。恭贺沈老祖元婴复九。10年后，我来收账。还是个瞎子，大刀为何不杀他？他没有灵力，凡人。陆长生，你叫陆长生？是。孤身上山，一人足够。沈老祖成仙得道，贵人多忘事。你想说什么？那你可还记得陆天机？你认识他？他是我爷爷。原来如此。故人之后来取旧账。这就是爷爷指定的婚约。陆长生，他真的来了。误会，绝对是误会。那都是多年前的糊涂话，属下对沈家忠心耿耿，绝无二心。瞎子，听见了吗？你连继续都不配。陆长生，别害苏家。对不起。故人之后，不该失礼。赏你培元丹1枚。还不谢恩？凡人得丹是天恩，丹就不吃了。今日我来，不是讨赏。那你来干什么？来收账。看在老祖大典的份上，我不杀你。现在滚出山门，还来得及。陆长生，你若缺金银，老夫可保你一生富贵。但今日是老夫元婴大典，凡人不该在这里胡闹。沈擎苍，住口！天道当铺第73号私契，老夫给过你体面，我也给过你期限。凡人也敢审元婴？把借道机说成借灵草，把赖账说成施舍。10年高高在上，倒真养出了一身仙风道骨。放肆！你怎么跟老祖说话的？你求借极品道运，共计300条，期限10年，今日到期。还有落笔，落笔即成判，拦住他！变人，你不还债，那便还修为。你敢！老祖跌性了，元婴散了，我的道运不该如此。契上写的清楚，我已成元婴，借来的也算吗？陆天机，你喊错人了。你到底是谁？陆长生，3日之内交1半宗门底蕴。入赖者同罚。第2寨有动静。药王谷，神童未归。陆长生，滚出来见本尊！在沈家长了点本事，就以为能在苍云城立棍了？本尊拿了沈家10年的顶级供奉，今日沈家出了血本，卖你的命！尊主，
何须您亲自动手？属下这就用幽冥化血阵，将这破杆楼连同那凡人瞎子一起炼成脓水。本尊不杀无名之辈。沈凯仓说你用了妖术废了他，本尊倒要看看你一个没有灵根的凡人，能挡得住本尊几拳？第一拳，碎你满口妖言！这是什么神通？时空禁锢！严振玉，你认得本尊？九幽魔轩，你在那里求过命？你爬进当铺，这3成霸骨好用吗？你是装神弄鬼！尊主，带属下斩了他！住手！尊主，你为何杀统领？我爷爷当年借你霸骨，说过什么？若心存善念，账可还；若助纣为虐，债当勿清。既如此，今日便清了这笔旧账。严振玉不知天机传人当面，罪该万死。这3成劫雷霸骨是陆老神仙赐的，也是陆少主的。少主要收，我绝无二话。你舍得？舍不得，但欠的就是欠的。当年没有陆老贤贤，我早已是一捧黄土。多活这10年，还修到了半步元婴，我严振玉赚够了。你替沈家办事，但未替他们背因果。这3成霸骨暂时留在你身上。从今日起，你替我盯着苍云沈家，3天之内，他们若交出1半底蕴，此账了结；若不交，若不交，不用少主脏了手，我严振玉亲自率9幽魔修踏平他沈家领战。少主，探子传音，沈家把药王谷的白玄鹤请去了。那老匹夫炼丹有一手，但心极黑，估计是冲着您手里的竹简来的。他欠我的不是债，是妾。偷东西偷到少主头上了，这老匹夫活腻了。老祖，撑住，丹药全失效了。道运还在流失。快请白丹尊！沈道祖怎会如此？都是陆长生害的。陆长生，一个凡人瞎子。不是毒，那是什么？道基被抽走了，能救吗？你别去，你怕了，铸剑认账，老夫不认。这是神童，这是我的药眼，你还留着它，有它才能看清竹简。北非洲，带老夫去见他。白老有办法对付他，装神弄鬼罢了。
债期逼近，是他本人带杀意而来。阎魔尊，你堂堂半步元婴，苍云地下霸主，竟然给一个凡人养子当看门狗，老子乐意守门。陆长生，交出你手中的竹简，随老夫回沈家请罪，老夫可保你留个全尸。白玄鹤，10年不见，老夫不认识你。窃我神童的人，老夫不欠你。你心里清楚。天道当铺第106号私契，窃造化神童办道，今日到期。你胡说！这眼睛是我自己修来的，你敢动我？白玄鹤，假的！你按过旨意。老夫不认。老夫先封你10海。杀了他！本尊神通无敌。10年前，丹尊真藏了，那是他的眼。住口！这眼随我10年，他早已认主。认主？老夫才是主人。认主？老夫才是主人。白老，稳住！他听你的。他本就是我的。白老，10年了。神童归位。我看不见了，我什么都看不见。你不是主谋。你看见了什么？中州，把这个瞎子带回去。告诉沈清仓，3天期限还剩2天，少1个时辰都不行。嗨，老祖，您说什么？一半宗门机缘，灵矿药田藏经阁，给他。不可能，老祖，您糊涂了。交出一半底蕴，沈家的护宗大阵都无法维持，不用陆长种动手，苍云城那些仇家就会把我们生吞活剥。不给，沈家今晚就会死绝。老夫有办法。陆长生能言出法随，全靠那卷天道竹简。他今日刚收回神通，灵气未生，肉体凡胎。只要夺下那卷竹简，毁了契约，反噬自解。将天道之简，你疯了！沈清仓，你现在还怕什么天谴？你若真交出一半机遇，沈家一样是死。倒不如趁现在把这滩水搅浑。白老，谁能去抢？严振玉那条疯狗现在守在天机阁，苍云城没人打得过他。苍云城没有，中州有。动用跨域传音阵，联系玄境仙山。陆天机失踪10年，他孙子现在回来清账了。你以为当年那场局，你沈家还能置身事外？当年什么局？谁？告诉玄镜尊主，陆天机的孙子拿着竹简在苍云城睁眼了。终于露面了，尊主等他很久了。沈擎苍坠落境界的消息传遍苍云城，父亲又把命契取出来了。唐儿，
这命器，你拿着。可是，昨日您不是说形势所迫，沈家长老咄咄逼人，为父若不撇清关系，苏家岂不遭殃？但现在看来，陆长生这小子有些深不可测，而且他昨日并未对你发难，说明他还念着旧情。父亲，您让我去找他。告诉他否认婚事不是你的意思，告诉他苏家和陆家还有旧情，最好让他重新接纳这块命器。父亲，昨日您当众骂他是凡人瞎子，现在沈家出事了，您又让我拿着命器去求和，我怎么开得了口？苏家供你修炼，给你锦衣玉食，不是让你在关键时刻顶嘴的。去。是。苏家丫头，我找陆长生。少主，苏家那小丫头来了。你的眼睛好了。这是我父亲让我拿来的。让你来负气。对不起，我知道这样难看。昨天苏家急着撇清关系，今天又让我拿命器来，我也知道你不会答应。我来不是想逼你，只是如果我不来，我父亲会大发雷霆。这东西你收着，命器已退，我不会拿它为难你。但它是2位长辈留下的旧物，别让苏家拿它再做交易。谢谢。苏婉堂，你不欠苏家一辈子。少主，说。留在沈家的暗桩传讯，沈家动用了跨域传音阵，联系了中州。陆长生贤侄在吗？昨日堂儿回去后一直哭，他说对不住你，也想正式给你赔个不是。今晚苏家备了薄酒，想请贤侄过去坐坐。苏家主，你这脸皮是拿1000年的玄武龟甲练的吧？昨日还是凡人瞎子，今日就成贤侄了。阎魔尊说笑了，我与陆老神仙本就有旧，有些误会，还是坐下来慢慢说比较好。苏婉堂让你来的？当然，他脸皮薄，不好意思亲自开口，所以让我来请。好，少主。那太好了，今晚戌时，苏家恭候大驾。贤侄，快请入座。堂儿还愣着干什么？快给你陆师兄奉茶。你不该来的。我知道。知道还敢来？陆天机的孙子胆子倒是不小。自我介绍一下，中州玄焰仙山尊主座下特使姬飞跃，奉尊主之命来取天道竹简。陆长生，尊主说了，你若识相交出竹简，跟我回中州，沈家欠你的那点道运可以一笔勾销。天道当铺的账，什么时候轮到他来勾销？尊主的话就是修仙界的规矩。那你回去告诉他，从今天起，规矩换人了。陆长生，还不快给姬仙子赔罪！玄机尊主是什么人物？也是你能顶撞的？苏振岳，你这墙头草当得真顺喽！昨晚让你女儿去天机阁求和，今天转头就帮中州的人做局，你就不怕哪天满门死绝？陆长生，你爷爷当年欠了玄幻仙山一笔旧账，如今他不在了，这笔账自然该你来还。天道当铺认气不认人，你说我爷爷欠账，
把器具拿出来，没有气，就是空口白牙，天道不认。你还真把自己当个人物了。你爷爷当年也这么硬气，可最后呢？你知道他在哪儿？拿下他，留活口。滚！强行吞噬他人金丹拔高的修为，再动一次灵力，你的气海就会炸开。废物，交出竹简，否则今日苏家上下一个都别想活！姬仙子，这和我们无关啊！陆长生，竹简你就交了吧，你难道真想害死苏家？苏振岳，害苏家的不是我，是你的贪念。果然是天道竹简。姬分月，中州玄焰仙山特使，身负天道公债3桩。你胡说！第1桩，抽离500凡人魂魄，炼制驻颜血丹；第2桩，夺下宗门灵脉，致3000修士灵气枯竭而死；第3桩，窃取荒州气运，续你100年寿元。公债归天，欠的不是我，是天地因果。住口！现在知道怕了，晚了。想走？问过老子了吗？陆长生，尊主不会放过你，我们中州见！好了，跑不了，公债已显，天道锁定了他的契机，玄镜尊主会比他更急。陆长生，对不起。你已经说过很多次了。可是我除了说对不起，什么都做不了。那就先学会一件事，别再替苏家人的错道歉。沈家的期限还剩最后1天，玄剑仙山也终于露出了第1只手。没有外敌入侵，没有大能斗法，就像是这片天地突然容不下沈家了。少主，沈家开始倒霉了，灵矿废了，药田毁了，手底下的仆佣全跑了。我派人盯着他们库房，今早连几件镇宗法器都莫名其妙失了灵性。借来的东西终究留不住。沈家借了300载道运，这10年里，沈家的气运、机缘、天地灵力，都是靠那笔债强撑起来的。如今道运归位，底蕴未清，那些不属于沈家的气运自然散了。原来不用动手，天道自己就会收命。那沈家今天会把那1半底蕴送来吗？不会。为什么？因为他们还没疼到骨子里，他们还指望中州能拉他们一把。少主料事如神。姬飞月昨晚用破空符逃走后，并没有回中州，他去了城外的落星湖。那里是中州商会在苍云城的一处隐秘水榭。今早沈承洲也偷偷摸摸去了落星湖。去看看。私人灵阁，吾擎天者退避。告诉里面的人，陆长生来了。陆掌柜，久仰，你是谁？玄镜尊主座下，萧寒策。姬飞月办事不力，已被尊主罚去寒冰地狱面壁。受罚？他把陆掌柜引到了中州的视线里，却没能拿到竹简。尊主不喜欢废物。玄寂尊主让你来抢竹简，不是抢，是谈。尊主说，如果陆掌柜愿意谈沈家欠的那1半底蕴，我们玄界仙山可以代换。带路。少主，朕进去。既然有人要替沈家还债，
那就看看他还不还得起。陆掌柜，这里面是10条极品灵脉的契书，外加3000方极品灵石，足以抵消沈家一半的宗门机缘。陆掌柜，清账吧。代偿者中州玄焰仙山，所藏之物符凡人城池，屠灭7个下界宗门所具。拿人命炼出来的脏钱，拿血界的赃物来还天道的私债。玄焰尊主很会算账，可惜天道党铺不收赃物。陆长生，你知道拒绝玄镜尊主意味着什么吗？你也回去告诉玄镜尊主，沈家的账还有1天。至于他的账，我会亲自去中州，一笔一笔收。敬酒不吃吃罚酒，区区一个凡人，真以为有件邪门法宝就能挑衅玄镜仙山？中州的狗也敢在少主面前飞！半步元婴的体修，难怪敢这么狂。但今日，你们都要葬身湖底！萧寒策，你这水系术法是用那3座凡人城池的血池祭炼而成的吧？100万人命的怨血，你也妄想用水法压住？业报险！不，这不可能！我的本命道法！少主，这中州的人跑得比兔子还快。他沾了赃债，天道已经记下他了。走吧，沈家该结了。老祖，老祖不好了！萧寒策败了，洛星河水系被毁，中州的人丢下我们逃了。我早该知道，玄机仙山那些人只看利益，不问死活。开祖库，把7座极品灵矿的契约、药王谷的3成干谷、藏经阁天阶以下的功法字卷，全部装进储物界。老祖，那可是我们沈家立足800年的根基啊！真要给那个凡人瞎子？你以为那是给他的吗？那是给天道的买命钱。明日卯时，若拿不出1半底蕴清账，天劫落下，沈家鸡犬不留。子时已过，距离3日期限只剩最后3个时辰。沈老祖，哼，昨儿不是还说要结苍云剑阵，把少主剁成肉泥吗？今天怎么坐着轮椅来逛荒野了？陆掌柜，苍云城7条极品灵脉地契，沈家宝库天阶以下功法法宝、丹药须弥剑、药王谷、万宝阁3成干谷，这些是沈家1半的宗门底蕴，一分不少，
沈家来请账。一分不少。沈其仓，你真以为天道的账能糊弄过去？这3条灵脉是你们灭了附属宗门抢来的，缠着300人命的怨血。陆长生，你别欺人太甚，这些足以买下半个苍云城，你还想怎样？天道党铺收债，只收干净底蕴，这匣子里有2成不净死债，拿死债还活账。沈其仓，你沈家是真的想死绝吗？天劫，是灭族天劫，老祖救命！拿出来！老祖，那可是……拿出来！老祖，那是祖脉玄印，是沈家灵山的镇眼根基啊！给了他，沈家连祖宅都保不住了。沈家若没了，留着祖脉给谁用？陆掌柜，这枚祖脉玄印，干干净净，够抵那2成死债了吧？干净了。沈强仓，沈家一半宗门底蕴，长300载极品道运，你可认？认。可悔。若10年前知道会有今日，我或许还是会接。人到绝境，什么都想抓。可我不该赖账，请。陆掌柜，你爷爷当年失踪前来过沈家。你说什么？那晚也下着大雨，他受了重伤，我想留他，可他说苍云城留不住他。后来，中州的人追到了沈家。带头那人，我没见过真面目，只听中州的剑修称呼他为玄锦仙尊。陆掌柜，中州的水比苍云城深万倍，你若要查你爷爷的下落，就去中州。沈家这笔账只是个开始。少主，沈全昌的话能信吗？能信一半。他说我爷爷来过沈家，是真的。他说中州的人追到了苍云城，也是真的。但他一定还藏了东西。要不要属下把那老骨头抓回来搜魂？属下就随口一说，清账不搜魂，讲规矩。这些底蕴你去处理。我7条极品灵脉，3000方极品灵石，还有这么多天阶功法。少主，沈家这次是真把骨髓都抽出来了。天道私债归原主，沈侃仓借的是我的300载道运，所以这笔底蕴归我。那就都转移到少主名下。不，分成3份。第一份重塑天机阁地底灵脉，第2份查沈家这10年借势灭掉的下界宗门，能找到传人的全数奉还。第3份捏碎。捏碎？极品灵石捏碎，化作灵雨。功法巨简捏碎，化作大道真言。沈家这10年靠借道运起势，断了无数散修和凡人的先路。找不到原主的，就散入天地，反哺苍云。属下就是突然觉得，少主您这天道掌柜当的比我想象中要大。换成别的魔修仙门，拿了沈家一半底蕴，早就闭关充气化神期了。天道当铺不是劫匪，收债也不是发财。哼，懂。属下这就让人去办。少主，还有件事，沈家倒了，苍云城各大宗门现在都在打听你，有人想来拜山头，有人想送天材地宝，都不见。不见。明白。天机阁不是菜市场，
不过如果有人欠账，属下直接给您拎进来。竹简会自己找人。我会不会打扰你？不会，苏家又让你来的。不是，这次真不是，这是命契，还有我爷爷作画前留在祖祠里的一枚手记玉简。我昨晚回宗门后想了很久，你说不是所有规矩都必须遵守。我不知道自己算不算听懂了，但我不想让苏家再拿那半块命契算计你，所以我把他带出来了。苏振轩知道吗？不知道，如果他知道，应该会打断我的腿。陆兄夜至苏家，道基有损，言苍云城不可久留。问其故，不答，只托我护住陆长生命契。来日若陆家后人归来，不可负他。次日，中州大能降临，沈家、白家皆封山闭门。有人称玄剑仙尊已入苍云。陆兄言，若他日中州玄剑降临，切记不可信赵，不可信白，亦不可尽信林。意思是你苏家也有人背了因果。不可尽信林是什么意思？10年前苏家也有人参与了中州的局，会是我父亲吗？苏振峰不像知道核心秘密的人，他若真参与了，不会到现在还只想着攀附沈家。那会是谁？要查，我可以帮你，怕，但是我不想一直像个傀儡一样，什么都做不了。这个收好，可当金丹巅峰全力一击。你若要帮我，就先保护好自己。别再被苏家推着走。少主，有大能跨域投剑！那是中州玄境的尊主剑符。跨越千万里疆域投下剑符，玄境。少主，他这是下战书。都一样。你要去中州吗？苍云城的账清完了，该去中州了。这回倒是真低调。少主说低调，那必须低调。再说了，去中州那种龙潭虎穴，带一群喽啰没用。真要遇上事儿，能挡在您前面的，有我严振玉一个就够了。你可以不去。少主，这话您就见外了。当年没有陆老贤贤，我严振玉早就烂在九幽魔渊的血泥里了。现在您去中州查老神仙的下落，我要是不跟着，那还是人吗？中州不是苍云城，玄境仙尊也不是沈千苍。可我这辈子能修到半步元婴，全是借来的。借来的东西，还早晚得还。不过少主放心，我命硬，没那么容易死。阎魔尊，陆长生，我想跟你们去中州。我留了玉简，这次不是苏家让我来的，是我自己想来。我想知道真相，也想帮一点忙。不错，苏丫头，有长进。收好，路是你自己选的，但到了中州，不能擅自行动。我知道。少主，玄境仙山的人。那是什么？困能夺元大阵，竟敢在跨域传送阵动手！
灵力在飞速流失，控制不住体内元灵了。严振玉，你也有资格骂我？你这一身修为不也是借来的？尊主说了，你若现在归还3成劫雷霸骨，他可以留你一命，否则……你今日必死！你今日必死！哈哈哈哈！玄镜尊主说留我一命，他算什么东西？少主，当年陆老神人借我3成霸骨，说10年后陆家后人会来收。呵呵，这些天您一直没收，我知道您是看我没赖账。可账就是账，严振玉。林丫头哭什么？我严振玉在苍云城可是大人物，死也得死得有排面。少主，这3成劫雷霸骨我还了。不可能！你敢自毁霸骨？老子的东西，当然舍不得，可这本来就不是老子的。噬魂大阵，清。严震，你劫雷灵核一碎，你也撑不了多久。那就一同耗到力竭。还有几个魔修仇家没走，天机阁那漏风的破门，我还没让人修好。叶魔山，你别说了。林丫头，以后胆子大点儿。你不欠苏家那么多。少主，中州这路我只能送到这儿了。替我跟陆老神仙说一声，当年那3成劫雷霸骨真特么好使。严振玉死在入界门之前，而中州的账从这一刻开始正式见血。他用噬魂大阵害无辜散修，逼我破阵。严振玉为破阵，自毁霸骨而死。这笔账，他逃不了。有人来了。爷爷在中州的旧人。陆少主、苏小姐，阎魔尊呢？出事了。他死了，可惜了。严震虽出身魔道，却是个有情义的汉子。玄进仙山动的手，他的人，当年你爷爷陆天机来中州，去了摘星楼之后再也没出来。玄进仙尊已经派人送信来了。你现在就要去吗？我跟你去。你留下，不是因为你没用，是因为玄进仙尊最擅长拿人做筹码。你去了，他就多一个筹码。陆少主，我知道当年的暗道，我可以带你。不需要。他既然请我，路自然会开。你们去旧宅等我。陆掌柜，尊主等您很久了。带路。中州摘星楼，攻占、夺兽、夺道、夺月、夺根骨，共计3911笔。陆掌柜，尊主只请您上楼论道，不是请您记账。我来这里就是记账的。陆长生，你终于来了。严振玉的账，我会算在你头上。一个修魔的莽夫而已，能为你死，
是他的造化。这句话我会写进账里。喝了它，本尊告诉你，血莲道茶以49名天骄心头血熬成，这种脏东西我不喝。你爷爷当年也不喝，所以他吃了苦头，所道冤。秦天恒告诉你的，他还活着，你很失望，倒是命硬。不过没关系，该死的人迟早会死。你先死，还是他先死？账会给答案。天道竹简，陆天机藏了10年，最后还是到了你手里。他没交给本尊，所以我求了他10年。他太固执，天上仙人要借竹简一用，他偏偏不肯，还想查天上仙人的账。天上仙人是谁？你还不配知道。等你交出竹简，本尊可以带你去见陆天机。他还活着，你想救他，那就把竹简给我。你若给，本尊放陆天机；你若不给，我现在就让人断了索道渊的生机针法，他会死。当年那3成劫雷霸骨真特么好使，中州这路我只能送到这儿了。我爷爷教过我，教过你什么？清账时不受债户威胁。哼，陆长生，你想清本尊的账？债户中州玄界仙尊，债类所夺，寿元3000年，极品道基72份，气运196道，令司坤天道掌柜陆天机10年。你敢落笔，陆天机必死！你可以试试。陆长生找死！毒鼠被摘星楼钉死在墙上的命数，像从绝地囚笼中惊醒的萤火，冲向4面8方。去！你怎么可能压得住摘星楼的夺天大阵？不是我压，是你欠的太多。欠？修仙界本就是弱肉强食，那些蝼蚁的命，给他们10000年也修不到金丹。本尊拿他们的寿元、道基、气运换中州圣城1000年鼎盛，有什么错？这话，你敢对他们亲口说吗？弱者不配听解释。滚开！陆长生，你真想和天上仙人作对？竹简上寿元3000年那一行被朱砂重重划过。你敢收本尊的手？那不是你的。好一个天道掌柜！陆天机当年不肯低头，你也不肯。可你们陆家守着这破天道规矩，守出了什么？你爷爷被囚禁10年，生不如死；严振宇死在界门，尸骨无存。那些欠你债的人，一个个踩着你的道基，享了10年荣华。陆长生，你不恨吗？把竹简给本尊，本尊可以教你不再守规矩。你有造化神童白骨笔，天道竹简只要你愿意，苍云城、中州，甚至3000道州的命数都可以由你改写。你想让谁飞升，谁就能飞升；你想让谁死，谁就得死。这才是真正的天道之主，而不是一个只会替天收烂账的可怜虫。
说完了。极品道基72份归原主。靠摘星楼赐予道基的权贵，在此刻道基崩散，窃来的荣华瞬间化成血水。陆长生，你以为你赢了？陆天机还在锁道渊，只要本尊一念，他就会被渊底的沙阵搅成肉泥。那你试试。听见了吗？锁道渊开了，陆长生，是你害死你爷爷的！叶儿，落笔，不可能！天上仙人不会放过你，他们不会放过陆天机，也不会放过你。他们是谁？你想知道？去问陆天机，看他敢不敢说。等等，陆长生，你不能收这一笔。锁道渊的沙阵和本尊的命线相连，你收了本尊，陆天机也会承受沙阵的毁灭反噬。本尊没骗你，10年前我求他时，就把他的命锁在了我身上，我死，他也会死。你想救他，就只能留本尊一命。你又错了，天道当铺收债，不止清债户，也清债局。不可能，那半卷残剑在渊底，陆天机被镇压10年，怎么可能还能留后手？老夫等的从来不是你死，是我孙儿落笔。玄燕私群陆天机10年，债局斩。天上仙人不会放过你们。爷爷，账够了，账收的不错。燕振玉死了，小妍啊，他当年爬进天机阁，说只要能再站起来，拿命还都行。没想到真还了。他让我告诉你，那3成劫雷霸骨真好使。好，这账清得干净。陆爷爷，苏振峰的女儿。是。不错，陆老，您还活着。当年的事是我无能，没能查到底。不怪你，中州的局本就不是你一介散户。到底是谁？天上仙人。玄镜仙尊只是看门的，天上仙人才是真正想夺天道主显的人。他们在上界，这笔账比你想的更大。爷爷，您的伤，皮肉伤死不了，10年都熬过来了。叶儿，你刚才问天上仙人是谁？世人皆求飞升，以为上界是极乐仙乡，却不知这3000道州的天道早被上界动了手脚。仙人不老不死，凭什么？玄镜仙尊这等化神修士，不过是他们养在下界的一条狗，替他们搜刮气运，维持着虚假的繁荣。窃取下界本源，那我们修仙岂不是？岂不是在给他们做嫁衣？天道主剑乃是天地本源孕育的至恒之物，记的是众生因果，更是天道公债。10年前，他们察觉到了竹简的存在，他们要的不是竹简，是要毁了这本账，仿佛善下纯净。
来得真快。爷爷，您教过我，掌柜在铺子里没有让老东家挡在前面的规矩。真仙降世，上界仙使。陆家余孽，陆天机藏了10年，终究还是把这灾祸之物交给了你。交出天道竹剑，自在神童。本使可留你陆家一丝血脉，入轮回出生道。你叫什么名字？蝼蚁，也配问本使真名？既然不交，那便连同这中州圣城一起化为灰烬吧。不说名字也不要紧。区区下界凡物，竟能挡住仙威。天道当铺记账，认的不只是名字，还有因果。上界仙使，天道公债，第1笔。2000年前，你降临下界，斩断登仙天梯，断了苍生飞升之路。1000年前，你抽离东皇地脉，致使灵气枯竭，亿万生灵沦为凡草。今日，你又携仙火而来，欲屠中州。放肆毁了指点，死！欠下界的债，拿你的仙骨来还。笔落，启程。高高在上，视众生为蝼蚁的真仙，此刻正像一只被钉死在蛛网上的飞虫，四肢被九青铜法则锁链死死贯穿，真仙流血了。啊！下界蝼蚁，你敢弑仙？本使乃上界玄雷仙域正神，你触犯天条，九族皆灭，生生世受九幽魔火焚魂之苦。天条？天道当铺的账面上只有欠债还钱的规矩，没有你们定的天条。你这身仙骨是用东荒3条祖脉的灵气强行淬炼的，你这身仙血是抽干了下界10万天骄的根基熬煮的，吃着下界的人肉，喝着下界的血，也配高高在上自称神仙？不过是一群吸血的蝗虫。你欠债还本，剥离仙骨，散尽仙缘。笔落，言出法随。归还中州，一人一笔，屠仙反哺天下。10万年了，下界被抑压了10万年，终于有人把账收回来了。陆长生，你别得意，本使只是个探路的，朕与仙王已经锁定了你的气息，你们全都要死！
下界蝼蚁，安敢逆天？叶儿，是仙王跨界凝视，快闭合天裂！我不是逆天，我是来收你们的烂账。天道公债，封！待本王界门重铸之日，必血洗此殿！中州的账收完了。爷爷，我们回家。